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了上海非常有名的地标酒店——佘山世贸洲际酒店。大家呢其实更习惯叫它深坑酒店。全世界很少有酒店是直接建在地下88米废弃的采石坑里面的。那很多人说它是建筑的奇迹，那也有人呢说它只是网红噱头。价格呢也不算便宜吧？那到底值不值得住呢？今天我来给大家来个完整开箱，把真实的入住体验呢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抵达佘山世贸洲际酒店，一开始映入眼帘的便是门前水井中央这座卷云书雕塑。不锈钢流转的线条如云舒展，意似蛟龙出水，灵感取自松江名士陈继儒“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去酒店。走进大堂，第一视觉冲击就是中间这个巨型水幕装置。定时会有水幕灯光秀，灯光色彩会跟着音乐变化，氛围感很强。这里提醒一下，水幕秀呢是有固定的时间，入住的时候呢可以问前台要时间表。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还不一样的是，酒店采用了非常高的挑高设计，空间开阔透亮。站在大堂内，可以直接看到对过的游乐园与巨型转盘。大堂吧里布置了大量的休闲沙发，顾客可以落座休憩，小酌饮品，在这里享受片刻轻松。整体呢融合了粗犷的工业风设计细节。四处你可以看到很多小的和矿工和矿石有关的小玩偶和设计摆件，非常的有设计感。好了，刚刚在前台办完 check in， 那我们现在坐电梯去楼下入住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去 check in 房间。那我今天入住的呢是绿松石这个房型大床房。好，进去看一下吧。哒哒哒哒！我住的这栋楼呢，主要是一个扇形的一个设计。走进房间，那我的左手边呢就是洗漱间，非常大的一个洗漱间。它这边有3面很大的镜子，正对着这个浴缸。客房的洗护产品呢是百瑞德的白色浪漫，干净的花香，味道还挺好闻的。旁边就是卫生间，马桶也是智能马桶。我特别喜欢它这些小细节，看上去都是工业风的设计。戴森用的是戴森的吹风机，这个是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沐浴套装，也很可爱。好，再往里走，这边就是衣橱。再往里走就是大床房。整间客房的布局呢，住起来还是相当舒适的。这间绿松石主题房型运用的是蓝绿调的墙纸，营造出了非常宁静的氛围。床垫的软硬度呢拿捏得刚刚好，床品呢也非常的舒适柔软。我住下来睡得很好。房间里面呢也有一些小小的矿石的元素点缀。这个可以声控窗帘，小度把窗帘打开，已经打开窗帘，语音就能控制窗帘的开合，非常便利。这个窗帘和纱窗都是声控的。
迷你吧准备了免费的咖啡、茶包与各式的软饮料，不用额外收费了。这次我入住的呢是绿松石房型，深坑的房型啊都是以矿石命名的，每间房间呢都自带私人观景露台，这个是核心卖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吧。那这个酒店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这个阳台住客可以坐在这个阳台呢，看到整个崖壁的景色，远处的游乐园，还有底下的这个大湖，景色还是很不错的。晚上呢，也可以在这里看灯光秀。现在我们搭乘景观电梯去到 B14。整座酒店一共15层，另外还有地上2层。这里呢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电梯，楼层数字越往下反而层级越高。电梯做了通透明设计，脚底同样是透明玻璃。站在这里呀，你既能欣赏电梯内部的独特设计，还可以向外俯瞰坑谷的风景，感觉还挺特别的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观景平台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观景平台看一下。哇哦，现在我已经在坑的底部了。14层的地心景观平台呢，这里已经非常贴近的坑底湖面了。那站在此处呢，可以仰视整面100米采石崖壁，环视酒店依附岩壁修建的客房楼层，还能望见坑内的湖泊与瀑布景观。这个挺好玩。听酒店的工作人员说，这个湖最深有40米以下。哇，这个比我想象的要深很多。这个是对崖壁的介绍。湖里面还养了很多锦鲤。今天气压比较低啊，很多蜻蜓飞得很低。这个就当时圆的一些石矿崖壁。哇，远处有人在玩悬崖蹦极，好勇敢啊！崖壁的对岸呢是一个游乐园，但是这个是和酒店分开的，所以要额外收门票。很多酒店的客人呢会带小孩子去玩。那酒店里面呢也会有一些项目，比如说这个小孩在玩的水枪。然后我们正在等待的这个水上的飞人表演也是非常的好看。如果你也想自己尝试一下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需要额外买票子。我看了一下价格，好像1位的话是198元，2位的话好像会有一个折扣。哇哦，好高啊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水上飞人的表演吧。挥手。哇哦，好精彩的表演！这里我们来一个在景观台的360度旋转，看一看坑底的这个整个景色。好，看完水上表演，那我们就去看看酒店的其他地方吧。在我们
去康体中心看一下。哇，上海这几天虽然台风过去了，但是体感还是非常的湿热啊，浑身都是汗。现在，好吧，走。游泳池康体中心看一下。酒店的游泳池和康体中心呢也在14层，那我们正好也去参观一下。也是健身房，健身房不是很大。游泳池挺大的。游泳池呢，整体是一个圆形的设计，然后里面是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区域。一些家长在这里陪着小孩子游泳戏水。深坑酒店除了震撼的建筑本身酒店有3家定位不同的餐厅，也构成了入住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谢谢。第一间呢是渔火特色餐厅，位于 B15层的地下15楼，也是这间酒店最标志性的水下餐厅。整个餐厅就像一个水族馆，一走进来，整面巨型鱼缸墙面直接映入眼帘，各种各样的鱼就在玻璃后方悠然游弋，仿佛置身海底秘境吃饭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这里很适合纪念日，想要拍照打卡、追求独特仪式感的朋友过来体验一顿晚餐。即使是不用餐，住客呢也可以在非用餐时段过来参观打卡拍照。第二间餐厅呢是彩芬楼中餐厅，在酒店的2楼。这里环境安静雅致，菜品呢也非常在线，融合了粤菜与本帮江浙风味，不管是家庭聚餐或是宴请呢都非常的合适。整间餐厅以富贵鸟、鸟笼、羽毛作为设计主题，大量的鸟笼造型吊灯、金属隔扇屏风、温润木饰交织在一起。预订的包间大面积落地玻璃窗，可以直接眺望深坑崖壁、瀑布景观。用餐同时呢，把深坑景色尽收眼底。我和家人呢也选择了这里作为我们的晚餐地点。这是我们今天点的菜品。整体口味表现在线，如果不点昂贵的海鲜大餐，人均大概在人民币300元左右。这个价格在5星酒店中的餐厅里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价位。第3间呢，就是1楼的原咖啡全日餐厅，谢谢。入住客人呢，自助早餐就在这里。自助餐啦。开放式厨房，中西餐选择十分丰富。从中式面点、现煮面食到西式烘焙，冷盘水果一应俱全。豆腐花，豆腐。也不错。原咖啡除了室内座位，也可以选择坐在室外用餐，在户外吃早餐，一边享用食物，一边呢可以看外面的风景，视野非常的开阔。夜幕降临之后，深坑酒店真正的重头戏就要登场了。每晚8点，悬崖光影大秀《山海寻影》正式上演，把整面100米高的采石坑崖壁直接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银幕，以古籍《山海经》作为故事背景，结合激光、水幕、雾森还有光影投影。远古神话里的奇珍异兽在岩壁之间穿梭浮现，配上磅礴的配乐，声光水幕融为一体。愿别三宿梦，山海会寻影。流光已绝密，忽隐
更有神人前居其中。现场看还是非常震撼的。纵有万转千住店客人呢，可以在观景平台或者是在自己的房间阳台上直接观赏。而前方这里提醒一下，如果遇到下雨大风天气，表演有可能会临时取消。酒店的阳台看晚上的灯光秀，现场看还是很震撼的。这个就是我这次和家人在深坑酒店 staycation 的完整体验。虽然这家酒店开业也有些年头了，部分设施能够看出一些岁月的痕迹，有一些老旧感。但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深坑酒店还是挺适合家庭游的，服务在线，活动丰富，餐厅也不错。最特别的还是独一无二的深坑地貌体验，这也是其他酒店很难复制的。每晚价格大概在人民币2000元左右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来体验一次的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